2025年是不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一年？中国市场的牛市，在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面都是疯牛。在过去那么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过要提高投资效益。Cash is king 这个字呢，如果用在当每一个国家都在放水、都在印钱，是不对。当美国在印钱的时候，资产价格一直在上涨，就代表着我们的钱一直在贬值。聊天聊地聊经济，投资交易变容易，欢迎来到生财之道。那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生财之道 Podcast 的支持。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市场的宏观经济、市场的趋势，还有投资交易的心态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订阅我们频道呢，记得要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随时更新的时候你都不会错过。首先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那我们2024很快就要过去了，年尾又到了，有没有去哪里玩？要出去哦。去哪个国家？这一次会去 Austria 还有 Budapest 去过 Christmas 还有 New Year， 跟一家人一起，跟我的老婆还有孩子。然后一回到来，第二天又跟你们去 company trip， 所以就差不多3个多礼拜不在 Malaysia 了。看到吗？Shane 就是实现了一边旅行一边赚钱。如果你对这个技能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们以上的链接，了解如何掌握这个人人都可以学习的交易技能。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呢，就是2025年是不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的一年？ Shane， 关于这一 part 你有什么看法？对我来讲，经济萧条它会来，它肯定会来，但是我们不懂几时。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大家有听过有危必有机，那有危才有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肯定就是有个机会，那一个机会就是可以让我们普通人可以翻身，或者是可以跨越去到另外一个阶级的一个机会。这个也是很多年前我所认识的一些长辈 investor 他跟我讲到的东西。他讲年轻人等的就是一个经济大萧条。当一个经济大萧条，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抓这机会，那一个就是你翻身的机会。这样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观众他们不理解什么是经济大萧条了，你可以简单解释一下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最靠近我们的经济萧条就是在2008年，我们叫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当时候是由美国所引起的这一个经济萧条。这个经济风暴呢，主要是从房地产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讲，当时候呢，很多人大量举债，就是他们借钱来买房地产，因为呢，买房地产就能够赚钱，随随便便的人怎么样都可以借到钱，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支付非常高的利息很有可能会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只是当时候每一个人被灌输的概念就是我一定要买房地产，买房地产我就可以赚钱。我们看回所有的这一些 crisis 的 documentary 的时候，如果你有看这一套戏叫 The Big Short， 在这一套戏 The Big Short 里面呢，他讲到就算是在夜场做工的脱衣女郎，他们什么都不会，他们都拥有5间6间 property。 当时候的情况在那一套戏是讲到这样子。只不过呢，你问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是18岁，在那个时候你问我有没有 impact 到我还在读着书，我也不知道。我在读着书我不知道，不代表着我没有办法去找出那个时候发生的情况。比如讲，我们可以通过 YouTube 这一些crisis 的 documentary 可以去看到当时候什么事情什么原因导致到这一场经济风暴，然后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解决，然后普通人怎么样在这一个时候可以赚到钱。如果我们讲在 Malaysia 的话，你就要去勤劳一点问当时候经历过经济风暴的人。当然你问普通一般打工的人，可能最多他们受到的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工作，是他们觉得通货膨胀很严重。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抓到机会的话，你一定要问到在那个时候有投资的人，有经历过市场的人，有抓到机会，或者是他错过了，但是他知道，他看到，他学会。我每次去找这些长辈去聊天，我就是要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再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抓到这个机会？跟有经验的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了。因为最近马来西亚有一个新闻，就有一名马来西亚的47岁妇女呢，因为想要投资加密货币，然后她被骗75万令吉。
75万，很大这个数目，可能是他的养老金。因为评论有两极化啦，有一些人说是这个妇女因为没有知识被骗，活该贪心；有一些人就会说诈骗集团这些真的是太可恶了。这样Shane，你觉得你会帮哪一方？首先，我觉得我是中立的。首先，我觉得他很可怜呢，亏了这样多钱。然后，骗子是非常可恶的，这个我认同，因为很多人用我的脸去做这一些打广告啊，做 scam 啊，有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遏制这些 scammer 呢？我们只可以尽我们所能去 report 这些假的 page。但是首先我们来讲一讲投资被骗。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大程度上我们自己要有 common sense。第一，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这样赚钱？如果它可以很赚钱，也代表着它的风险波动很大，也代表着它潜在的风险，你可能会亏钱的机会也会很大。大部分的普通人、散户只想着我要赚钱，但从来没有想着我可能会亏钱。所以我很相信这一个人投资，他一开始肯定不是75万，他可能只是1万、2万。但当赚钱的时候，他才去到10万、20万，甚至50万到75万。所以他衰在了一个贪字。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学员有一些人，他之前的经历就是亏了很多钱，但是全部亏钱都因为贪。那我们为什么会进入到投资交易这个市场？我们也是贪，只不过我们要贪的有道理，我们要谈到有 sense， 我们不能够 all in。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讲呢，你要做好你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risk 在哪里，不可以因为看到赚钱而忽略了背后的风险。所以就算你不懂得那个市场，讲真的，你开始的时候你用小笔的数目去开始，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市场到底它潜在的风险在哪里，而不是只看到我可以赚多少钱。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学员，他买手套股套在很高的位置，然后他讲他的老师一直叫他买，掉的时候就叫他买，买到他大部分的身家都在里面了。当你80-90% 的身家在里面，然后那一些股票亏着80-90%，睡不到觉呢。所以我讲，你不能够因为你不甘心它掉了，所以你再买再买再买。为什么你不要考虑 cut loss， 你重新再来过？而你要一直 average down， 直到你亏了80-90%，然后你才醒来，太迟了。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啊，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们要赚钱可以，但是一定要透过对的方式、对的方法。不会我们就学。现在整个 market 都 focus 在加密货币嘛，是不是？这样2025年我们可以 M 什么样的产品？我个人目前为止 portfolio 里面当然有一定的 percentage 在加密货币，而且加密货币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应该会有很不错，或者是我们讲很疯狂的牛市，如果根据以往的市场来看的话，很重要啊，继续 hold， 继续 hold。但是你要会 take profit。 那天听你讲很有趣的一段话，就讲你相信这个 crypto bull run一定有很多人赚不到钱。对啊，因为很多人第一赚钱了过后觉得自己很厉害，周末我要卖，周末我要听你讲，我要离场，如果我 hold 着去，我可以赚多少又多少 to the moon 到最后你要相信的是，市场是被有钱人、被庄家、被大咖所操控的。他们的钱可能是几十个 million， 可能是几百个 million， 他们不需要 to the moon 来赚钱，他只需要200%、500%，是普通的一般人带着$100、$1000，他才想要 to the moon， 他才想要我可以赚100倍、1000倍。所以到最后我们讲的韭菜就是这些人。当然无可否认，有那么一小小部分的人因为幸运而达到这一个顺风车赚到钱，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赚不到钱的。这样我相信很多人就是 miss 了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趋势。这样除了加密货币，就好像刚刚你讲到的中国股票啊，这样我们要讲开始布局2025年。中国股票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布局的地方。中国贵为全世界第2，但是呢，它很多方面，比如讲它的生产链、它的 AI、它的新能源，其实它都是在全球第1。那中国想要抢占世界第1，他想要做老大的这一个动机，这一个意图都已经是很明显了。他要怎样可以做到老大？第一，资本市场一定要够强。所以我讲投资需要有 common sense， 投资需要有耐心，我们要等的是一波机会。 OK， 这样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讲，可能
因为太多了，可能有机会我们再录一集视频去跟大家讲解。那我要提的就是呢，刚刚过去的一个他们叫中央经济会议，这个中央经济会议呢是每一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就是他们会检讨，然后他们会讲在第二年，就是在接下来那一年呢，会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提振经济。所以在这一个经济会议呢，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就是这一个中央经济会议有提到适度的宽松政策。这一个适度宽松政策呢，上一次他们讲到的时候是在10多年前，就是在2008年 financial crisis 过后，然后那一个时候房地产股市都是一直在上涨，所以这一次他又提到适度的宽松政策，所以会不会接下来走出一波牛市？中国市场的牛市在大部分人的记忆里面都是疯牛，就是哇直线上涨然后就倒了。所以这一次呢，这一个经济会议也是有提到，他要大大的提高投资效益。在过去那么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过要提高投资效益，这一次呢，他们有讲到要提高投资效益，也就是讲呢，他们要给大部分的散户或者是大部分的投资者，还有机构投资者，外国的机构投资者知道，接下来中国政府要让我们全部有投资的人都赚到钱。你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很严峻的考验。第一是他们自己的内需问题，第二是 Donald Trump 他要上任，大家要知道他要打击中国，他要提高关税，他要让中国人没有办法超越美国。他做的这一些点，宽松政策，提高投资效益，已经很明显的跟大家讲了，接下来他要稳定股票市场，他要稳定房地产。一个发达国家赚钱肯定离不开这两个东西，股票还有房地产。所以他如果已经打明牌，已经很明显的跟大家讲，接下来我要做的是股票市场，我要做的是房地产。那我们这种普通人，房地产我们就很难去到中国买嘛，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股票市场。所以2025年除了加密货币市场，这一个中国股票市场就是我最 focus 的地方。因为我相信我们人不需要抓到太多机会的，一次2次3次够了。为什么是3次？第一次如果你可以累积6位数的本钱，这一个6位数本钱你要守得住，这6位数的本钱在第二次很有可能你就已经接近7位数。第二次的机会你抓到了过后，你会守着这一个财，你会有耐心的等待下一次的机会的时候，那第3次肯定是超过7位数。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耐心去等。我也看过很多人失败的经验，就让我学会其实赚钱不难，难的是耐心而已，难的是人性而已。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把握机会，好好布局中国股票这个市场。那如果你们是有兴趣想要了解在 Malaysia 要怎样可以接触到中国股票，可以买到中国股票的话，也是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了解一下啦。我相信很多就是对中国市场还很新的人呢，他们可能会想要知道 Shane 有什么 tips， 就是可以让他们也可以去买的股。目前为止，像首先我们讲牛市，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板块都会有机会的，但是那一个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可能就有一点长，有点复杂。你讲一个 tips 吗？所以我问你，当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牛市，看到这个机会，很想要参与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东西就是你要开户口才可以买股票。这样单单这一个举动，你觉得谁会受惠？平台。对哦，就是平台，就是证券商，你买股票的那一个证券商。那为什么他们会受惠？因为他们有赚钱，他们赚的是手续费。当你现在明白平台会受惠，但你知道接下来牛市会有很多人开始做交易的时候，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布局一下证券商的股票？当然证券商有非常多个在中国，你要买到我们讲被低估或者是基本面好的股票，这个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去用基本面来分析。所以我的做法呢是基本面，当然我会看特定的，我不会看完，我会配合技术面来找到一个进场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tips 给到大家。当然记得没有买卖建议，如果你要的话，必须找一个你相信的专家去跟他。这样我们现在也听到很多人说现金为王 ，cash is king， 这样你怎样看待这一句话？ Cash is king 这个字呢，某种程度上我是认同的，但是呢，其实我在这一个市场
那么多年，10多年。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人讲 cash is king， 到现在已经10多年过去了。你想一下，如果这一些人都一直相信 cash is king 的话，他的钱应该是贬值了很多很多。所以对于我来讲，投资组合，比如说是 100% 的话，可能我们有一部分 50% 或者是更多是现金，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至少20-30% 的钱是为我们工作。就算他亏钱，我们也是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Cash is king 这个字呢，如果用在当每一个国家都在放水、都在印钱，是不对的。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我觉得市场不对，我什么都不要做，我要收着 cash。但是当美国在印钱的时候，那一些资产价格一直在上涨，就代表着我们的钱一直在贬值。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呢，我就不会真的是只收现金，什么都不做，都会拿一部分的钱出来投资。当然要找到被低估的市场是不容易的。当你找到了，当你相信了，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执行力去做好我们的这一个投资决定。就比如说我们这2年我们都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加密货币，然后今年我就是跟大家讲中国股票，这2个市场我的信念，我个人有很大的信心，我是可以在里面赚到钱。当然如果他亏钱的话，也是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现金为王，当一个普通人相信这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噩梦的开始。他的钱会一直贬值，虽然他没有亏钱，但是他在购买能力上面他是一直在下跌的。接下来中国的放水很明显了，中国的资产价格很有可能会出现暴涨的情况，那我们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当然我们也不要 all in。 像我们讲到经济大萧条这个话题，你看美国大量在印美元，如果真的像 Donald Trump 说的一样，还要把所有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其他的国家生意一定会被影响。这样你觉得中国如果他想要争第一的位置啊，还会不会受到某种影响？当然会被影响，只是中国也一直在想办法。所以呢，他在这个经济会议呢，他也提到还要提高内需，他也不想要依靠出口而已。但我个人觉得有办法的，就好像上一次他提高关税的时候，很多制造业就通过加拿大、墨西哥这些国家 export 去美国，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它在很多的产业或者是我们讲制造业上面呢，是完胜美国呢，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会有短暂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是没有办法影响中国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被短暂的影响，然后去影响自己的决定，让自己不敢投资，或者是自己 cut loss， 对自己的投资决定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要看的东西都是长期，这些短期的影响很快就会被市场消化了。所以我们要的理智投资。后有什么话要给我们的观众，要讲布局我们的2025年？当你决定要投资的那一刻呢，你一定要花心思去学习。当你想要赚钱，不想要花心思去学习的话，记得完全不要投资，可能对你是更好的结局。记得我讲的一句话，赚钱不难，难的是人心；投资不难，难的是人性。如果要开始，就好好的去学。当你用心的去学习，当你跟对的人学习，用对的方法去做的话，你肯定会拿到对的结果。现在我们节目也到这里，谢谢 Shane 的分享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期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加分享，然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下一期你想要知道关于什么样的东西，你想要我们讨论关于什么样的话题的话呢，记得留言下方给我们知道。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